中共大事件系列第1期講正反。這個系列一期講一件事，按同一個順序講，這件事是什麼，決定是怎麼做出的，執行的時候變成了什麼樣，付出了多少，官方後來怎麼定性，以及它留下了什麼。先說這件事是什麼。鎮壓反革命運動從1950年10月到1953年基本結束。按公安部1954年1月的內部統計，全國共逮捕262萬人，其中處決71萬2千人，判刑關押129萬人，管制120萬人。處決71萬2千人是官方自己的數字。當時全國人口約5億5千萬，這個數字相當於人口的1/1000.3。1/1000這個比例不是事後算出來的，它是事先定的。執行這場運動的機構和人也要先交代。公安部長羅瑞卿是運動的日常主持者，各大區、各省的處決數字匯總到他那裡，再報毛澤東。後來公布71萬這個統計的是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內部報告。也就是說，這場運動從頭到尾有完整的賬。先看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。1949年建政之初，各地对原国民党人員的政策是寬大、登記、教育、留用。1950年3月，中央發過一個鎮壓指示，但執行溫和。轉折在1950年10月，朝鮮戰爭爆發，中國出兵的同一個月。這個轉彎有多急，看毛澤東自己半年內的2次講話。1950年6月，他在7屆3中全會上講的方針是不要四面出擊，全國勝利不久，敵人太多，要收縮戰線，團結多數。4個月後，方針變成了大張旗鼓的鎮壓。變化的樞紐就是戰爭。軍隊開出國境的那一刻，國內的每一個前政權人員，在決策者眼裡都成了潛在的第5縱隊。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，黨史上稱雙10指示。文件批評此前的做法是寬大無邊，要求糾正。出兵朝鮮是10月19日，也就是說，對外開戰和對內鎮壓是同一旬裡做出的2個決定。這不是巧合，戰爭狀態給了運動最直接的理由，肅清內部，防止裡應外合。1951年2月21日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》公布施行。條例裡可判死刑的條款覆蓋極寬，而且明確可以追溯既往解放前的行為，按這部新條例治罪。比例是毛澤東親自定的。1951年1月到2月，他在給各地的電報裡多次談到殺人數字該是多少。給上海的電報說，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，應當在1951年1年之內殺掉3000人左右。對南京的批評是，南京殺人太少，應在南京多殺。給各地的總原則是按人口1/1000的比例，先殺此數的一半，看情形再做決定。這些電報後來收進公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。也就是說，殺人按人口比例分配這件事不是野史，是可以在官方出版物裡逐字核對的。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用電報給各個城市分配處決數字，這件事本身就是這一期最需要被記住的畫面。條例公布前後還有一個程序細節，能看出這場運動和法律的關係。懲治反革命條例是1951年2月21日公布的，而處決的高峰從1950年冬天就開始了，也就是說，運動先殺，法律後到。條例施行後，大量案件的審理以天際、逮捕、審訊、判決、執行壓縮在幾日之內，辯護這個環節不存在。反右那一期總結過的定性在前，標準在後，在這裡是原刑，刑罰在前，刑法在後。再看執行的時候變成了什麼樣？比例一旦下達，就成了指標。指標的邏輯，前面幾期反覆見過。反右化右派湊名額，大躍進報產量層層加碼。正反是這套邏輯的第一次全國性演練。殺誰？文件規定的對象是土匪、特務、惡霸、反動黨團骨幹、反動會道門頭子。但在基層，這些帽子的邊界由辦案的人掌握。
已經登記自新的前國民黨軍官、起義投誠人員、當過保長、甲長的鄉紳、教會人員、幫會成員大量被納入。馮克在《解放的悲劇》裡記述的基層案卷顯示，許多人的罪名是解放前的身份，而不是解放後的行為。怎麼殺？公審大會。1951年3月到5月，北京連續舉行萬人公審。彭真在大會上向台下發問：對這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，你們說該怎麼辦？台下的回答是整齊的口號。審判的形式是問答，結論在開會之前已經定了。這套會場語言後來在歷次運動裡反覆出現：萬人體育場、廣播實況、遊街，然後押赴刑場。1951年春天是高峰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的公審大會一次處決幾百人，行刑的照片登在報紙上。恐懼本身就是運動的目的之一，文件語言叫大張旗鼓，深入發動群眾。家屬連坐，被處決者的家庭成分記入檔案，子女在此後幾十年的升學、參軍、招工裡過不了政審。這一條和反右那一期講過的帽子遺傳是同一個機制，只是更早、更重。數字超標不是個別現象。杨圭松對鎮反的檔案研究指出，不少省區的實際處決比例明顯越過了1/1000，有的地方接近或超過2/1000。指標下到基層，和後來划右派報產量一樣，只會向上加碼，不會向下收斂，層層都要證明自己不右。恐懼的傳導也有記錄。馮克引用的地方案卷裡，運動高峰期出現了成規模的自殺，被通知登記的人，被鄰居檢舉的人，在公審名單公布前的人。上海1951年春天的報告裡，跳樓被當作一種需要統計的現象。一個人不必被捕，只要知道自己在名單的射程裡，恐懼就已經完成了運動要他完成的事。個案能說明帽子有多寬。湖南的宋賀庚，湘軍出身的舊軍官，參與過湖南和平起義，起義之後回鄉。1952年，他以惡霸罪名被處決。30多年後的複查結論是錯殺，恢復起義人員名譽。這樣的起義投誠人員被殺案，80年代以來，各省陸續改正了一批又一批，單個的看每一件都是失誤，合起來看，他們是同一個指標的產物。會道門是另一個大類。一貫道在1950年底被宣布為反动會道門，全國取締。到手，壇主一級大量處決，普通道眾登記退道。一個在民國年間公開活動，成員以求平安的普通人為主的民間教門，整個類別被劃進了鎮壓对象。剎車出現在1951年5月，第3次全國公安會議決定收縮，捕人殺人全上收，死刑复核收歸大行政區一級，提出謹慎收縮的方針。原因之一是數字已經大大超過原定比例1/1000的指標，最終執行到了1/1.3%。殺過頭了，連制定比例的人也認為需要停。然後是數字與代價。712000這個數字只是處決，262萬人被捕，120萬人管制。管制意味着一個人和他的家庭被定在原地，行動、就業、婚姻全部受限。以一家5口計，直接受運動處置波及的人口在1000萬計。71萬還不是全部的死亡。鎮反和土改在農村是同時進行的，惡霸這個罪名同時掛在2場運動的名單上，農村的大量處決走的是土改的渠道，不完全計入鎮反的統計。馮克把1947到1952年間土改與鎮反相關的非正常死亡合併估計在200萬上下。這個數字學界有爭議，但方向沒有爭議。公安部的71萬是下限，不是全貌。管制這個詞也要解釋一遍。被管制的人不坐牢，但每周向治保組織匯報思想，出村要請假，逢年過節被叫去訓話，田間地頭幹最重的活。帽子通常一戴幾十年，摘帽要靠表現，而表現由管他的人認定。120萬人就這樣在原地被定了半生。有多少是錯殺的？這個問題沒有官方答案，因為鎮反從來沒有經歷過反右那樣的全面複查。個案的改正一直存在。80年代起，大量當年被處決的起義投誠人員被追認起義人員身份，
恢復名譽，但作為一場運動，它沒有被重新計算過。這裡必須並列另一面，否則這一期不完整。1950年前後的敵情是真的，西南、中南的成建制土匪武裝確實存在，新政權的徵糧幹部、區鄉工作人員被殺是成規模的，官方統計稱有數萬名幹部和積極分子死於襲擊。特務和潛伏電台也不全是宣傳，朝鮮戰爭開打後破獲的情報案有實據可查。一個剛建立的政權清剿武裝敵對力量，這件事本身在任何國家都會發生。同一時期的海峽對岸可以做個對照。50年代初的台灣在戒嚴之下進行着後來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清洗，軍事法庭審判，處決數以千計，兩邊同時在殺自己認定的敵人，區別在規模，差着2個數量級，以及一件事，台灣那一段後來經歷了賠償、道歉和檔案開放。所以問題從來不是該不該鎮壓真實的武裝叛亂，而是為什麼鎮壓需要一個按人口預定的比例？土匪的數量不由人口比例決定，用比例規劃處決，等於承認要殺的數目限於要查的罪行。這是這場運動和一般意義上的剿匪肅特之間本質的分界線。這正是鎮反最特殊的地方，也是定性那一節要講的。反右，官方結論是嚴重擴大化，55萬人改正了 99.9%。文革，官方結論是內亂，徹底否定。大躍進，官方承認是錯誤。而鎮反，1981年歷史決議的表述是，鎮壓反革命的偉大鬥爭，基本上肅清了反革命殘餘勢力，評價至今是正面的。71萬人的處決，是所有這些運動裡唯一一場從未被官方重新評價的。原因不難理解，反右和文革傷害的主要是體制內的人和知識分子，平凡有人推動。鎮反處決的是前政權的人員，為他們說話，等於動搖憲政本身的合法性敘述。誰被平反，取決於誰還有人在場。第8期講大饑荒的命名時用過這個判斷，在這裡同樣成立。最後，他留下了什麼？留下了方法，按比例下達處置指標，公審大會、群眾動員、家屬連坐、檔案成分。這套完整的運動工具箱是鎮反第一次組裝起來的。此後30年的歷次運動，三反、五反、肅反、反右、四清、文革，用的都是這套工具的不同組合。鎮反式模具留下了對法律位置的一次定調。這場運動確立的先例是，法律為運動服務，可以候補，可以追溯，可以為指標讓路。此後30年，中國的刑事程序始終沒有獨立於政治運動之外。1954年憲法公布過，1957年就被反右攆過去，律師制度剛試點就在反右裡整體消失。追根溯源，第一次示範就是鎮反，他告訴整個體制，程序是可以省略的。留下了沉默。被處決者的後代大多不知道，或者不敢去查上一倍的案卷。這段歷史在今天的公共討論裡幾乎不存在，它沒有像文革那樣產生一代傷痕作家，因為親歷的那一代人連寫的資格都沒有拿到過。這套模具最近的一次大規模使用離今天並不遠。1983年嚴打，從重從快，按指標下達逮捕和判決任務，公審大會重新出現在體育場裡，判決書貼上街頭。參與過那一輪的政法幹部後來回憶，各地同樣出現了湊數和加碼。從1951到1983，隔了32年，工具箱原樣可用，留下了一個至今有效的先例：國家可以用一個比例來規劃死亡。這個先例發生在1951年，發生在多數今天活着的中國人出生之前。知道它發生過，是這個系列存在的理由。而記住它最省力的辦法，就是記住那3個數字的關係：指標1/1000，執行1/1.3，重新評價0%。一場運動超額完成，從未複查。這3個短語放在一起，就是鎮反的全部形狀。還有一件事值得單獨記一筆：這場運動期間，中國的監獄和勞改體系第一次成規模地建立起來。129萬判刑關押的人需要地方安置，
勞動改造從刑罰的附屬品變成了獨立的體系，農場、礦山、工程隊。後來加邊溝收押右派用的那套機構，此時已經運轉了6年，每一場運動都在為下一場運動準備設施。下一期大事件講1958年，那一年，同一套按指標動員的機器從處置人轉向了生產數字，然後撞上了物理規律。